美国川普昨天说他要科100%的晶片关税了哈，但是到我这边建厂就豁免哦。那所以呢，我们的台湾的半导体业资通讯也可能会掀起新一波到美国的投资潮，都到美国去了哦。为了怕这个关税嘛。好，我们刚刚讲这个 iPhone， 我们看看 iPhone 这个 iPhone 怎么到美国去的？美国先设计晶片，台湾接到设计图制造晶片，然后呢，马来西亚封装，然后到中国大陆去代工，然后呢，再到美国科关税以后呢，到科技公司去贩售，然后美国消费者收到，它基本上就有这个过程。好，所以它好几个地方了，不是只有一个地方。那台湾半导体最近到美国去突然加倍了。2024比2023多1倍哦，2023只有35亿，现在变成74亿。那我们的销美国1100，去年销的1114亿，其实半导体真的不多，但是很多不是直接去的，它是到别的地方组装以后，那个产品再过去的哦，所以我们直接的半导体到美国是744亿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美国现在在搞232条款，说跟它国安有关，所以台积电、鸿海、广达、和硕、伟创、伟影、环球晶都跑到美国去投资哦。台积电比较多，1650亿，鸿海3.7亿，广达4.3亿哦，反正就是都不是很大啦，跟那个什么，跟这个 iPhone 一说我要投资1000亿美金，之前5000亿加1000亿6000亿，比例其实很少了。那另外呢，就是传产没有感受到帮助，大家现在每天都看台积电看半导体，那传统产业刚马委员提的传统产业怎么办？对不对？车灯、车零件、螺丝、工具机，一大堆这种传统产业很惨，而且他们养人很多。台湾中小企业养的人比那个大企业多很多哈。那这个，所以呢，在野党是说，半导体如果真的抽100%关税，比入 WTO 经济海啸更严峻哦。那另外呢，这个郭志辉昨天找了台积电、日耀光、联电业的开会啊，你们该怎么办？要积极找他们哈。那问他，但你们讨论半天有没有解啊？哎呀，都在讨论了，都在讨论。我看他也很难啊，他要怎样呢？那传产业者苦称说，没有订单就等死，有订单就早死，怎么办？没订单，那没有订单就没有收入嘛。有订单还不见得赚钱哦，所以怎么办？真的很可怜哈。那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很高兴嘛，所以因为我在美国生产就不要付。但是比较其他的晶片商能不能豁免还不知道所以呢，媒体也说半导体常空壳化的危机，政府还在做梦。就我讲的，台湾把你掏空台湾了，你还高兴？你高兴什么？我们看一下。赖总统台上分享养生之道，只是要没有压力，恐有难度。尤其同场的经济部长郭志辉2天前谈到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开口就说人家是假讯息，大家小心一点。这是又怕失言，经济部又要道歉吗？部长神情看似淡定，但面对关税题，尤其川普拟对半导体课征100%关税，7日下午赶紧找科技大厂，有台积电、联电、鸿海等大厂业者到经济部，针对美方政策动向因应做法，双方有意见交流。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讨论了哈，那我们都会有方法。那方法出来以后会跟大家报告。如果没有在美国投资的话，那么就要科100%的一个税率。那这对台湾来讲，不是只有护国神山到美国，是整个护国神山群全部都要搬到美国。我想有一些青鸟啊，有些网友我觉得如果还要这样子的丧事喜办这样的心情来看待的话，那对台湾来讲真的非常危险。台湾的股市也上到了24000点，也再次证实，政府跟台积电目前的方向都是正确的。我们团结一起来支持政府。毕竟关税连环，硬仗面对。彭博经济学家分析，美国半导体关税恐怕对台湾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因为台湾高度依赖晶片出口，外交晶片是台湾贸易与制造业关键的驱动力。我已经讲过了，还在研拟中，那有结果会跟大家报告。来，这个志涵。好，到
到底台湾是不是要一点一点的被榨干？其实这是所有的人都最担心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危机是从星期三8月6号，在川普还没有公布到底这个电子还有半导体产业到底要课征多少关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龚明鑫开了一个吹风会，在行政院委员会里头，在行政院里头，然后呢，他跟谁？这个经贸谈判办公室的这个副总谈判的代表颜慧欣，他们2个人一起来进行了吹风会。那这个吹风会呢，就是刚刚赵大哥说的丧事喜办，然后呢洋洋得意，还有呢沾沾自喜，而且是鸵鸟心态。为什么这么说？我把他们整场吹风会40分钟全部听完，它大概就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已经谈得非常好了，台湾很棒了哈。这个谈判代表出去是这个所向披靡，然后呢也大有斩获，原本是32%的。现在降到了20%，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计算说，哦，原本是32%的话，对我们的 GDP、对我们的就业人口、对我们整体的产值大概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可是因为现在谈到20%了，所以大概就砍半。那砍半了之后呢，接下来又进一步再讲说，可是你不能只自己跟自己比哦，你要跟全球来比。比方说，我们跟主要的竞争国家，我们呢可能是跟韩国跟日本比的相对的基准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虽然呢没有到很好的这个基准，比方说15%。跟我们的主要竞争国家还是有大概5% 的差距，但是他说，那你再去跟其他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还有更差的，好，我们不要跟好的比，我们去比那个更差的，所以呢，相较之下，我们都还是有竞争优势。那第3个就开始讲，好，那没关系，假设我们以蝴蝶兰来说好了，蝴蝶兰我们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荷兰嘛，结果荷兰人家是拿到15%，那我们是20%，我们原本是10%，一下多了10%，你到底要怎么去跟人家竞争？然后龚明鑫就开始讲空话，他说，哎，我们要有这个价格的差异化。还有呢，我们的产品也要差异化。那怎么做呢？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呢，他们长篇大论讲了40分钟的吹风会，主要只是在告诉大家说，我们谈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回避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那电子产业还有半导体产业怎么办呢？因为那个时候川普还没有公布嘛，不管怎么问他都没有答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政府是毫无准备的。从4月一直到现在，他们一直说这个是暂时性的关税，然后说呢还没有谈判完毕，到现在还在说要继续磋商。可是到底你现在政府的准备是什么？那从那天开始，甚至更早之前，大家都在说，那你这个关税的韧性特别条例是不是要做调整？行政院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在当天，因为礼拜4是行政院院会，当天呢下午的时候，他们发了一个议程通知。那个议程通知第一版是没有关税特别条例的调整的，议程没有放在里面。到晚上7点多，突然又丢出一个修正版，这个修正版又突然这个关税特别条例又提来讨论了。结果呢，到了隔天早上又把它收回。所以光是一个议程，竟然调了3个版本。那到底你政府在干什么？然后更可怕的是，其实我听到龚明鑫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政府都做好准备了，企业可以准备送件。如果你认为你遭受到冲击，你可以来申请补助。我们现在开始收件，请问我们要怎么收？这个政府有告诉你任何的标准？你受到多大的冲击，然后你的影响会有多少？你受创到多少？所以你可以收件，然后得到补助吗？都没有。结果呢，他现在可能已经告诉部分产业说你可以送了，所以他们的问题在于，他把所有的资讯跟所有的这个内容全部牢牢的控在手里，不让在野党参与，也不让一般人民知悉，然后一直用那种鸵鸟的战术告诉我们说，一切都还没有谈完。请问你暂时要站到什么时候？你可以耗在那边等，你可以你鸵鸟心态，但是这些产业怎么办？每一个要养员工的这些企业又要怎么办？我来补充一下刚刚费老的讲法，因为费老毕竟是学统计的，还接近总体经济。为什么川普这一套对总体经济来讲是非常悲惨的？为什么？因为大家跟他一起就好像一个锅，锅啊就是也就好，大家要共存共荣那正啊，就像川普就是拿一个瓢子，把上面的想盖蘸的汤再和起来，放到自己的碗里，就平白。他到现在为止，4月到现在大概关税多进了800亿美金了。那估计整年大概3000多亿，这3000多亿很好看啊，但这3000多亿从这个大锅子里头拿到自己的碗里啊，美国人刚刚明白，然后我给这话，但是这一碗是 non-productive， 因为美国人没想啊，这给这话不合做，那就去花在填补债务啊，就是花这其他的钱上去了，所以这个整个。当你这个总体经济大家共存共荣的这一大锅的钱忽然间少了4000亿美金
大概都弄了呀、生了呀、剩啊。其实我有一个建议，但是做不到了。平常你讲哦，从巴西、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大韩民国、台湾、印度，再加欧盟，这应该组一个反川反美关税联盟。我跟你讲，他就没办法了。现在他之所以成功啊，是各个击破，如果大家联手，你写在讲啥？讲社会啊，当大家叫你讲做呢，免想免讲，他就完了。休息一下就回来。好，1万块到底发不发？哦，民进党很不想发，但是呢又投鼠忌器，又不敢不发，然后想过来想过去，想过来想过去，天人交战，天人交战，天就是赖清德，人就是一般的选民哦，所以在那边交战哦。726过了，还有一个823呢，你不给，到时候你823怎么办呢？他们现在民进党认为说726输就是这1万块，其实不是，1万块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它有很多原因在里面哦。所以他现在823，他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哈。那又说好吧，那这样发吧，但是呢要排富啊。那现在呢，但是有人讲你排富就双重剥削啊。今天税能够超增，就是因为这些人交税交多，你现在还不给他啊？这个抽他的税多抽了哦，然后你多赚了，要发还不给他，好像这个情理上，当然他也不见会在乎这1万块了，但是呢，好像而且很麻烦嘛，你作业上很麻烦，到底多少钱叫付嘛？哦，那所以现在说不排了啊，不排了啊。但是不是确定哈？我觉得反正现在民进党是变来变去啊。那除了这个以外，他们有一个叫风灾重建特别条例，就这次的台风啊、水灾哈，拍板560亿要救灾啊。但是被怀疑说为什么把台东给漏了哈？台东也蛮严重的，台东真的蛮严重的，因为这个724、726投票，724我到花莲，本来呢中午要坐火车到台东，替黄建斌这个扫街助讲。他头一天跟我讲说台东停了，为什么？因为下雨下太大，灾害太大，所以真的很严重。人家被罢免，连活动都停掉了哦，只是把台东给漏了哦。那黄建斌说中央不要漠视台东人哦。最后重建条例为什么漏了台东哈？那结果呢？民进党委员说啊，中央会负责了哦。那既然涵盖中南部9县市，那就把台东加进去不就好了吗？台东这个屏东转个弯就是台东啦哦。行政院说历史说明没有排除了啊，台东也是可以了。我相信台东如果不叫不讲话哈，就排掉了，就不会注意他了啊。那父亲节啊，今天父亲节，祝大家的爸爸快乐哈。那赖总统呢，感谢第一线救灾人员啊，他应该全台湾的父亲都很辛苦啊，现在当爸爸不容易啊。妈妈当然更辛苦了，但爸爸也不容易了。丹尼斯灾后以后呢，复建条例要去协商，国民党团说，你政府啊，赶快把行政院把心思投入重建，不要再去搞什么大罢免一大堆了哈。但是我觉得苦口婆心，良药苦口，民进党听不下去的。我们看一下，为了给予灾区的县民众更多的支持跟实际的协助，我们有必要提出这一个特别条例。但同样跟钱有关的普发现金相关预算案，却是在开会前临时被抽掉，甚至这议程更改2次。6号傍晚第1版是未列案，不过3小时后新增案，没想到隔天上午又拿掉。未来政府呢也会按照3读的特别条例来编列特别预算，不过目前的政院也是思考要调整整个产业支持方案，研议是否会扩大来适用范围。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是不会有变动的。溪水暴涨，滚滚泥水，铁皮屋民宿全泡在水中。但更让这家民宿业者心寒的，不是冷冰冰的水，而是听闻中央补助竟然跳过台东。台东怎么没有再列入考量？对啊，台东灾情也很多，很严重的啊，农作物也很多啊。台东难道是边缘的吗？灾民都在问中央的补助标准到底是什么？因为行政院公布丹纳斯台风以及728豪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草案，经费匡列上限560亿元，纳入中南部等多县市灾区的农业设施、电力系统等9项重建内容。但新闻稿跟草案内容完全看不到台东，连行政院长卓荣泰的谈话也没提到。那这个条例所涵盖的
致灾的地区，除了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之外，也把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政院公布的这个新闻稿还有条文的这个草案里面，却没有看到台东县哦。我要代表台东县的乡亲表达最严重的抗议。我们中央必须要遵守承诺，将台东县纳入范围，那也不能漠视我们台东人的这个需求跟权益。最近在跑行程啊，民众最常问我的问题，我相信很多民意代表都一样哦，要不要普发现金1万？我跟他讲，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问题连行政院都不知道答案啊，非常离谱啊！一个要不要发钱这么简单的问题，已经从立法院通过普发1万的现金到现在过了快1个月啊，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内部包括绿营里面从高层到基层想法都不一样啊。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态度是什么？他到现在还是觉得发现金是违宪，而且国家没有钱，如果发钱的会再留子孙，不想发钱。但是赖清德总统呢，则是已经依法公告关于普发1万块的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了。然后去问到很多民党的立法委员啊，他们讲法更妙啊，他们想法不一样啊。他们说，对于要不要普发现金啊，现在还在讨论中啊，要不要排富也还在讨论中啊。已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还在讨论，我不晓得讨论什么东西啊。但是到了现在，到了今天哦，跟各位报告，我还是不晓得会不会普发1万块现金，因为行政院对于普发现金的态度还是讲的暧昧不明呐。讲什么？他说行政院对于普发现金的这个想法呢，他认为不排富，感觉要发，但不要忘记了，卓荣泰到现在还是坚持要提释宪呐。他并没有说不提释宪，也并没有说我现在已经决定了会普发1万块现金，还说10月底这个时间恐怕是来不及的。他现在连那个总预算也要去释宪，对，通通到释宪，但法官还受理了。所以到底要不要发，不知道啊。其实赖政府的想法跟做法，其实我觉得可以单纯一点，要么你就发，要么你就不发，其实都没有关系，对民众都可以交代。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不把话讲清楚，让民众每天在猜测、期待的最差的做法。我只能说，这种政治判断，难怪赖政府、赖总统他们民调会越来越差。并且我还是补充上一题一点，这一次台积电上涨，股票上涨，台股上涨，民进党的很多的不管是议员、立法委员，就来嘲笑在野党，就说你看啊，你们都在拖累台湾、唱衰台湾，现在看股票上涨得非常高啊，对吧？台湾经济很好，没有问题啊。跟各位报告一个重点哦。台积电富有不代表台湾人富有啊，台积电赚钱不代表大部分台湾人都赚钱啊。我随便举个例子，这次虽然台积电联电没有被美国课关税，应该是没有啦，但是台湾其他的科技大厂有没有被课关税？不知道哦。台湾有一家非常大的 IC 通路厂商，他号称只要你讲得出来的厂商都有跟他有过生意交易。他直接讲，他说如果他未来真的被加征关税，为了维护公司的获利，会将关税成本全部转嫁给客户。他摆明这样讲了。他这种想法是只有他这样讲吗？只有他这样想吗？不会，我现在很多厂商都有同样的想法。所以当很多厂商都会把这些成本转嫁给民众之后，到最后买单吃亏的还是民众。股票涨得没有错，但是我们所有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开销也都上涨，这个问题绝对影响的比股票跌还是涨更为的深远啊。不过魏哲家就台积电董事长前天才讲嘛，他说我台积电不怕涨关税，我全部可以转嫁。好，但是转嫁以后，最后的产品会涨价，最后的产品涨价以后呢，整体的经济可能受到影响。那最后反而会影响到，影响到他。钱抽走了嘛？我要回应一下这个博弈的讲法。博弈是国民党里头年轻、优秀、未来好自为之啊！我不排除他可以选总统啊，但是我看不到。口袋已经好几个可以选总统。不是啊，但有人有没关系，反正是8年了，不是搭配才48。不是这样，有人半路夭折了嘛？就是好，所以我讲好自为之啊，所以我要给博弈开示一下。为什么呢？他年纪轻轻的经验当然有所不足，他刚才掉入一个自私一焚的陷阱。你讲了一大堆，到底发不发？你朋友问你说，当然发。为什么？发不发？不发我博弈给你。不是，我跟你讲，条文都过了，总统都公布了。哦，那他现在就心不甘情不愿，不愿把这个功劳归给蓝白的票，所以呢，他在讲东讲西的。他说释宪，他敢释宪吗？因为
大法官会议没有办法开嘛，开不成嘛。这一拖怨言在哪里？怨言就在行政院嘛，他敢吗？还有他说现在要排富不排富，你如果要排富的话，你要在一个条例进去去修补前面总统已经公布的法律哦，那就要回来看看你们蓝白通过那个法律里头细节怎么说，什么时候发，要怎么发，看条文嘛。所以呢，你现在东一个花样，西一个噱头，公开拍摄，就是要把你们的功劳就稍微砍一下但是这个给讲哎，朋友问你。就这样，是老沈跟美女都讲说，我不讲名字，买那张股票，买了以后呢，赚的是你的，赔的我出。对，就是这样。他真的，他是真的厉害。他没有跟我讲过。为了要表示我们是美女，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我？他真的已经这样讲，还跟他的助理也这样讲。我也觉得他1万块一定要发，因为如果不发，其实也不够聪明。为什么赖清德要宣布？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压力很大。那后来又面临到除了726以外，其实还有后续这个南部的这个灾害，其实也造成很多的影响。尤其像最近不断的爆发出来比如说我们政府的这些公帑去补助的这些对象，像艺人大支他可以拿到2-3千万，然后2000多万嘛，然后还有这个青鸟书局，他也是个人而已啊，他就6-7千万。然后还有屏东的这个太阳光电的这个浮板，这个一家公司就拿了1.3亿，而且完全没有功能，没有办法抗风力，它也没有，更不可能发电。这些钱你都可以不眨眼的就把它丢出去，然后不断的补助。可是给人民1万块，你却斤斤计较，它不只是天人价，它不是只有对赖清德跟人民。就刚刚大佬讲的，其实他是不喜欢把这个功劳给国民党或蓝白。可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现在还在拖，还在想把功劳要抢回来，就是他可能借着这一次灾害发生的时候，他想要再把钱调高，就是那个发的现金也许15000块，可是变成是他们发的，到现在还是在攻于心计。我觉得你既没有关心灾民，然后也没有针对这个政策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其实只会让人民更唾弃。我前几天呢碰到跑立法院的7、8个记者，他们有个聚会邀我去。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行政院会不会发这1万块？他说当然会啊。我们认识的人可能认识哪个族群啊，或者是什么颜色的这样，相对面没有那么广，记者就比较宽嘛。他说当然会发。他说很多连不管是哪个年龄层都等着要发这个钱，而且刚才大家讲的谁拿2000万，谁拿6000万，然后再看韩国给了多少钱，新加坡给了多少钱，台湾这几年我们的税收是超收了1.8兆，至于说这1.8兆跑哪去，当然很多的我们的特别预算呢。他举例，他应该拿税收以后的税收，或者是举债，他就拿以前的税基剩余去付了，并不是没有钱，是有钱的哈。所以那些记者们给我的讯息是，等到823大罢免完了以后就发了。就是马文君你给他拖了823了。我们本来想要早一点的。接下来再回来。